很美，对吧？太美妙了，他走进来，我们就放了他的音乐，对吧？很棒，是个很棒的人。他将在12月5日到白宫为一些人表演。如果内阁成员表现良好，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，我们才会让他们来。还有其他人，对吧？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12月5日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很荣幸能和一位非常坚强的领袖在一起。他经历了很多，我认识他很久了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。昨天，正如你们所知，我们和普京总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通话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件事。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经历了很多，我是说他真的经历了很多，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些。说实话，已经很久了，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展，所以我们今天会谈论这件事。我们会谈论昨天我和普京总统的通话内容。我认为事情进展顺利，这件事始于阿拉斯加。我认为当时讨论了一些指导原则，我们想看看是否能把这件事办成。这件事很久以前就开始，在拜登政府时期，我来到这里，我们继承了这件事。我们想看看是否能完成它，结束它。我们希望它结束。这场战争中已经有太多人丧生，我们会结束它的。所以我只想非常感谢大家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请提问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请泽连斯基总统讲几句。总统，请。谢谢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总统先生，非常感谢您的邀请。再次祝贺您成功促成中东停火，谢谢。是的，您做到了。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契机。我认为是的，我们明白普京还没有准备好，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，但我相信在您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阻止这场战争。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。我们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。这很好，我认为他们的军队现在很虚弱，损失惨重，他们在经济和人员方面都损失惨重。我认为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刻。总统先生，在我们的通话之后，我想感谢您。昨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与大型美国能源公司会面。他们准备帮助我们。是的，在俄罗斯对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所有这些袭击之后，等等，我还参加了一些会议。感谢您的团队，我们与优秀的美国军工企业举行了会议，我们讨论了防空问题。我想在之后和您详细分享我们的进展。谢谢您，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，非常好。而且我觉得他穿这件夹克很好看，很漂亮。我希望人们能注意到，很时髦，我喜欢。请讲。在拜登政府领导下，白宫一直担心事态升级，所以不允许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，就是怕事态升级。那么，在你的政府领导下，是否会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，并阻止？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。你说的对，这会使局势升级，但我们会讨论这件事的。总统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去匈牙利会见普京总统？因为我们喜欢这位领导人，我们喜欢欧尔班，普京喜欢他，我也喜欢他。匈牙利是个安全的国家，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是个很出色的领导人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问题很多。所以我们决定去和欧尔班见面。我认为他会是个非常棒的东道主。对，我们会去匈牙利。是与泽连斯基总统一起的三方会谈，还是只有你和普京？有待决定。但我觉得很可能是双边会谈，会是双边会谈。但我们会让两位总统保持联系，两位总统之间有很多恩怨。
我这么说并不是信口开河，情况非常困难，你知道。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，我想已经打了数千年了。人们说大概有500年到3000年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我和你们上周都在现场，和那些互相不喜欢的领导人在一起，但他们能够和睦相处。这2位领导人互相不喜欢，我们想让每个人都感到舒服，所以可能有不同的形式，我们可能以3方形式参与，但也可能会分开进行。川普总统在匈牙利，如果普京总统不同意实现和平，我们再看你是哪家媒体？来自乌克兰。我们上周五实际上讨论过，如果普京总统不同意在匈牙利实现和平，您会怎么做？您有什么计划？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也知道，如果坚挺，但我觉得普京会愿意的。我认为普京总统想结束战争，不然我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我认为他想结束战争。我昨天和他谈了2个半小时，我们讨论了很多细节。他想结束战争，我认为泽连斯基总统也想结束战争。现在我们必须完成这件事。川普总统，我是来自林刀 TV 的卡拉卡斯特拉诺瓦。虽然我很喜欢问您问题，但今天我会向泽连斯基总统提问。请讲。谢谢泽连斯基总统。我们的川普总统刚刚在中东促成了一项和平协议，所有美国人无论党派都为此感到自豪。但为了达成协议，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。我们的总统在很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为你们的战争达成和平协议。为了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，你愿意做出哪些具体的让步？你会放弃加入北约吗？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外国战争，正如我们的总统所说，我们也需要我们的战斧导弹。问我吗？泽连斯基总统，是给您。谢谢。你愿意做出哪些让步？这的确是个好问题。一个问题里包含了很多问题，非常感谢你的提问。首先，我认为我们需要坐下来谈。第二点，我们需要停火。即使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中东地区都很难维持停火，在每一场战争中，停火都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想要和平，但普京不想，所以我们需要向他施压。今天我们会和总统谈谈我们需要什么。我们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来迫使普京回到谈判桌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我们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对话，无论是双边还是3边都无所谓，关键在于和平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们现在不谈论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，对乌克兰人来说，这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是否加入由我们自己和盟友共同决定。你们愿意放弃加入北约吗？是的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对于每天都遭受袭击的乌克兰人民来说，拥有真正强大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。北约是最好的，但武器非常重要。盟友站在我们这边非常重要，盟友站在我们这边非常重要。对我们而言，我和川普总统之间的双边安全保障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，我们没有详细讨论过，但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美国非常强大。川普总统，您现在是结束这场冲突的中间人。泽连斯基总统和普京总统，谁在谈判中表现得更好？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。我们必须完成这件事，我们必须消除彼此之间的一些仇恨。你知道，他们彼此不喜欢。我当着泽连斯基总统的面这么说，我也会当着普京总统的面这么说。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积怨，我认为这确实是阻碍达成和解的原因。我认为我们会完成这件事，而且我们必须让它持久。就像我说的，在中东你要让它永恒，对吧？永恒。中东的情况要复杂得多，你知道。我们有59个国家参与其中，而且每个国家都同意了，这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我真的相信俄乌和平会达成。昨天我和普京总统谈得很好，我认为他也想完成这件事。泽连斯基总统，我在您身后。
本周早些时候，我们和川普总统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川普总统和之前的拜登总统在外交上的区别。您认为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在外交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 川普总统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，拜登总统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，所以他没有机会结束这场战争。川普总统向世界表明，他能够促成中东的停火，所以我希望他也能做到这一点，让我们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。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。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做到。你愿意放弃加入北约吗？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一位非常能干，而另一位则非常无能。总统先生，几周前您在纽约与对方会面时，您说您认为乌克兰最终可以收复所有失土，您现在还是这么认为？还是觉得双方需要进行某种领土交换？你永远不会知道，战争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对吧？战争与和平，你很难预料。你准备放弃战斧导弹吗？俄罗斯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是事态升级，但他自己却在继续使用类似的巡航导弹，比如卡利伯导弹。你是哪家媒体？我来自乌克兰，自2022年以来，俄罗斯一直在乌克兰使用巡航导弹，甚至是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。您是否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或类似的导弹，以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力相当，并促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上？当然，我们肯定会讨论这个的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。问得好，就像是泽连斯基让你问的，但我们肯定会讨论的，好吗？对于仍然拒绝的印度和匈牙利，您有什么话想说？你说印度和匈牙利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组合挺有意思，我不太清楚。他们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。印度不会再购买俄罗斯石油了。匈牙利有点进退两难，因为他们只有一条管道，而且已经很多年了，他们是内陆国家，没有海港。我和匈牙利伟大的领导人谈过了，他们你知道，他们很难获得石油，我理解。匈牙利的情况很特殊，因为他们没有港口，他们是内陆国，所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但印度不会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了，而且他们已经缓和了局势。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停止了购买，正在逐步退出。他们在俄国购买了大约38%的石油，以后不会再买了。总统先生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·川普一直在帮助您在乌克兰实现和平，一直在帮助找回被绑架、被俄罗斯劫持走的乌克兰儿童。泽连斯基总统，您是否感谢这些努力？您如何评价他们？您是否请他介入并帮助您？乌贝过底是他自己想做的。他对孩子们的事情非常关注，而且我认为他在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上做得很好。你知道，有很多孩子牵涉其中，现在有人说有2万人，有人说有300人，这个数字差距很大，所以没人真正知道。但是他对孩子们的事情非常关注，他一直在想着孩子们。川普总统，如果您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，如果美国发生冲突，我们需要战斧导弹时，我们有足够的储备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需要战斧导弹，也需要过去4年里我们一直运往乌克兰的很多其他东西。你知道，我们给了他们很多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们把东西送到欧盟，他们为此买单等等。但是，而且他们有很多钱，但是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。我们需要战斧导弹，或者我们需要很多其他运往乌克兰的武器。我们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，也正是如此。对我们来说，给予并不容易。你们说的是大量的非常强大的武器，所以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事情之一。希望他们不需要这些，希望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，而无需考虑战斧导弹。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快达成协议了。
你说吧，请讲。就是只是想让您了解，所以今天，当然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，但这场战争是另一场技术战，你不能只用战斧导弹。如果你想瞄准一个军事目标，你需要成千上万的无人机，它和导弹是配合使用的。乌克兰有我们自己生产的成千上万的无人机，但我们没有战斧导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战斧导弹。但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产国，美国有战斧导弹和其他非常强大的导弹，但他们可以拥有我们成千上万的无人机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可以加强美国生产能力的地方。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是，如果川普总统批准提供战斧导弹给你们，会促成某种交易。是的，是关于军事目标的，仅仅是军事目的。这样您会授权某种形式的交换，是吗？当然是的，我们有个提议，我们有个很棒的提议，关于我们的无人机。川普总统，我不想在这里促成军火交易，但你们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感兴趣吗？我们会感兴趣。我们现在有很多无人机，我们自己制造无人机，而且我们也从其他地方购买无人机，他们的无人机做得非常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因为这场战争，无人机战在过去几年里真正的走到了前台。我要说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喷气式飞机。你知道，我们在以色列击落了很多无人机。我们当时为了帮以色列击落无人机，我们用非常快速和强大的喷气式飞机跟踪无人机，并将其击落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对无人机了解很多，我们也对伟大的喷气式飞机，那些很棒的喷气式飞机了解很多。那些还有 B-52轰炸机，它们是隐形的，无法被探测到，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武器。而且你知道，不过我也有义务确保我们国家完全储备充足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在战争与和平时期，对吧？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们要讨论战斧导弹，而且，我更希望他们不需要战斧导弹。说实话，我更希望战争结束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参与其中是为了结束战争，我们不是，正如你所知，我们正在向欧盟出售很多不同类型的武器，我们参与其中不是为了战争，我们参与其中是为了结束它。我们每周都在失去成千上万的人，俄罗斯人、乌克兰人，主要是士兵，我的意思是，主要是士兵，但是我们参与其中是为了看到它结束。如果我们能迅速结束，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。我的意思是，昨天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谈话，我们要讨论这件事。但我昨天与普京总统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谈话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是，中东战争要复杂得多，我们已经解决了那场战争，而且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。我认为泽连斯基总统希望结束战争，而且我认为普京总统也希望结束战争。现在他们只需要稍微相处得好一点就行了。关于和中国的贸易谈判，您或者部长能否提供一些最新消息？好的，我会的，我会让斯考特来回答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很好，和中国相处得不错。中国也希望达成一些协议。目前来看，我们将在几周后在韩国会面。你觉得会如期举行吗？我觉得会顺利进行。他们想会面，我们也乐于会面。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，我们走着瞧。但是，你们知道，多年来我们被中国占了很多便宜，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。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实际上是帮他们建立了军队。之前的总统们允许损失给中国的钱，简直是疯了。正如你们所知，我上任后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关税。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，我们从中国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。拜登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，因为数额太大，但他给了各种各样的豁免。斯科特，我认为到最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会为任何事情破例。如果你起身出去吃顿饭，他都会给你破例，所以情况已经不一样了。但是我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关税，所以我们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。然后我卸任了，选举被操纵了，我卸任了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现在我回来了。由于关税的原因，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，因为我们有关税。
所以我们现在处于非常强大的地位。如果我们没有关税，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利，我们会处于弱势。但有了关税，我们已经赚了数千亿美元，不仅来自中国，也来自其他国家。中国想谈，我们也乐于和中国谈，所以我们关系很好。我们将在几周后在韩国会面。我刚结束一次长途旅行回来，又要开始另一次长途旅行了。斯科特，你想就此说几句吗？整个中美关系都源于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尊重。中国上周确实有一次实质性的无端升级的行为，我们当时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。之后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周，他们有工作层面的人员在这里，并且已经举行了一些会谈。今晚大约8点半到9点，我和我的对等官员，也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将会进行通话，然后我和他以及一个代表团可能会在下周在马来西亚会面，为两国元首的会晤做准备。所以我再次认为事态已经降级，我们希望中方能像我们尊重他们一样尊重我们。而且我相信川普总统凭借他和主席的关系，能够使局势重回正轨。是不是可以期望你和习近平主席会达成某种贸易协议，还是有可能，还是希望有一些小的独立的协议？我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有利，很有利。正如你们所知，从11月1日起，我可以提高关税至100%以上。如果我愿意，我还可以提前。那样的话，关税大概会达到157%左右。中国不希望那样，他们想谈判，我们也在谈。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。我认为我们会做成一些事情，但你们必须明白，我们过去从未从中国得到任何好处，多年来、几十年以来，这都是一条单行道。他们因为美国而变得富有。坦率地说，之前的总统们。这么说吧，他们并不懂，他们就是不懂，他们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但我明白，早在从政之前我就明白了。我过去常常惊讶地看着我们的国家是多么愚蠢，他们是多么愚蠢，但我们现在不再愚蠢了。这包括与欧盟、日本和韩国的贸易，我们只想得到公平的对待。而这种公平意味着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流入美国，而且由于关税，我们的国家安全得到了保障。如果我们没有关税，我们的国家安全将无从谈起，所以这非常重要。你会寻求中国的帮助来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吗？你需要他们向俄罗斯施压吗？我会在之后讨论这个，但我希望在那之前就能结束战争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展现出灵活性，我们有机会迅速结束战争，而且我们又没有损失人员。美国没有，我们没有损失人员，也没有花钱。我们向欧盟或者说是北约输送弹药和导弹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还从中获利，但两者非常相似。如果你看看那些国家，我的意思是非常相似，而且我们刚刚和欧盟达成了一个非常公平的贸易协议，我们想要的。我们也和北约达成了非常好的协议，你知道，他们为此买单。我们参与这件事目的不是为了这个，我们是为了每周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参与的原因。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结束这场战争。川普总统、欧盟委员会主席，还有您的内阁确实做得非常出色。我认为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。我父亲也是在战争中去世的，所以我很清楚战争的代价。您对美国的领导人、世界的领导人、新保守主义者，以及那些经常用抽象或战略角度来谈论冲突，而不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就像您过去说的那样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群，就是各方总统、三方总统，而我作为调解人总统，我正在调解。情况并不乐观，这件事本应该很容易解决，但如果各方能够互相理解，坐下来好好谈，并且彼此喜欢，事情就会容易得多。
就喜欢而言。我们现在可能还没到那一步，也许情况会有所好转，也许吧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会让他们保持一点距离，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是我解决的第9个冲突，好吗？这将是我解决的第9个，我已经解决了8个，包括中东问题。我本以为这次会是最容易解决的，我们解决了。昨天普京总统还提到了亚美尼亚，你知道的，都有不同的冲突。他说这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我们。但他最惊讶的是，我们竟然解决了中东问题。他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，在这方面他非常慷慨，这件事应该可以解决，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够解决，对吧？是的，先生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毫无疑问，您将会作为和平缔造者而被载入史册，而且您会解决这场战争。你知道，我们已经解决了其他8场战争。有趣的是，人们总是说，如果你能解决这场，每次我解决了1场，他们就忘了之前那场。我已经解决了8场战争，去卢旺达和刚果看看，说说印度和巴基斯坦，看看泰国，看看我们解决的所有战争。每次我解决1场，他们就说，如果你解决了下一场，你就能获得诺贝尔奖。我没得到诺贝尔奖，有人得到了，一位非常好的女士。非常好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非常慷慨，所以我不在乎那些东西，我只关心拯救生命。但这将是第9场。但每次我解决1场，他们都会说，先生，如果你再解决1场，你就会被称为和平缔造者。据我所知，我们从来没有一位总统解决过1场战争，1场都没有。布什发动了1场战争，很多人都发动战争，但他们不解决战争，他们不平息战争，特别是当这些战争与我们无关时。我解决的几乎所有这些战争都与我们无关，但我拯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。巴基斯坦总理说，我在巴基斯坦问题上进行调解，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。以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例，那将是1场糟糕的战争，2个核国家，对吧？所以我说这几乎是最后1场。虽然我知道巴基斯坦袭击了阿富汗，或者说阿富汗正在遭受袭击，如果我必须解决，这对我来说很容易解决。与此同时，我必须管理美国，但我喜欢解决战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喜欢阻止人们被杀害。我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。我认为我们会成功结束这场战争。泽连斯基总统，这是您第3次来这里，您看起来气色很好。谢谢。顺便说一句，新西装很适合您，这是您第3次来这里，这次与总统会面，和前2次白宫会面有什么不同？您听到之前川普总统解决战争的成功率之后，您有多大信心他也能解决这场战争？首先，关于西装，还是那套西装，因为还是同一位总统，非常简单。下一位总统会有另一套西装。是的，关于我们和川普总统的关系，我认为我们有重要的对话，而且我们开始互相理解。是的，而且我知道总统先生对战场的情况非常了解。他很清楚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事情，我认为这很有帮助。当你了解很多关于战争的细节时，这会很有帮助。但是我们仍然在战争中，我希望我们能处理好它，我认为这很重要。总统先生，您说有些国家没有履行承诺，您提到了西班牙，他们说不可能。西班牙没有做到，没有兑现承诺。西班牙对北约不够忠诚。西班牙是唯一一个大家都提高了军费，你们也知道，大家都从2%提高到了5%。但西班牙并不同意，我认为西班牙应该为此受到谴责。我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不好，但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，是北约和西班牙之间的事情。他们不能被北约除名，可以，还是不可以？根据条约，他们不能被开除出北约，但他们也声称他们的贸易受到了欧盟的保护，所以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欧盟成员国。他们没有抱怨，对吧？他们从中受益，他们受到保护。好的。
请讲。谢谢总统先生，您认为您能把中东协议的势头带到这次的协议中来吗？可以。这会起到什么作用？是的，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动力，也有很高的信誉。完成中东协议非常重要，没人认为能做到，没人认为可以。但我们做到了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的重大行动。那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行动 ，B-2 轰炸机以及许多其他飞机都参与了。我认为没人预料到会发生。你知道，我们有59个国家参与，这些国家非常多样化，有阿拉伯国家、穆斯林国家、犹太国家，各种各样的国家都有，基督教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，很多国家都参与了。我们完成了，在妥善安排好之后，我们很快就完成了。我们必须妥善安排，我认为这件事我们也能完成，而且我认为现在也安排妥当了。如果能完成，将是莫大的荣幸。乌克兰人民是伟大的，俄罗斯人民也是伟大的。显然，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所以如果能完成，将是莫大的荣幸。关于委内瑞拉，你最近一次针对运毒船只的袭击中有幸存者，他们会怎样？请马可来谈这个问题。是的，众所周知，美国一直在进行打击毒品、恐怖主义的行动。至于最近袭击的细节，我们目前不准备公布所有细节，但很快你们就会得到相关信息。既然是旨在造成致命打击的袭击，怎么还会有幸存者呢？是的，再说一次，我们正在对毒品恐怖分子采取行动，他们就是恐怖分子，这一点要明确。至于最近行动的细节，当我们准备好公布时，我们会公布，就像总统一贯所做的那样。你们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相关消息。我问一下。那是在潜艇里发生的，对吧？我们袭击了一艘潜艇，那是一艘专门为运输大量毒品而建造的运毒潜艇，让你们了解一下。这可不是一群无辜的人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拥有潜艇，那是对一艘装满毒品的潜艇的袭击。关于普京，正如泽连斯基昨天所说，你是否认为战斧导弹的威胁，以及正如国务卿所说的，代价是促使他进行谈判的原因，就像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？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变，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，仅此而已。我无法告诉你是什么促使了他。当然，那样的威胁是好，但那样的威胁一直存在。战斧导弹是非常危险的武器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。如果你喜欢战争，它是最精确的武器之一。你知道，在 B-2 轰炸机造成破坏后，我们在伊朗部署了30枚战斧导弹，我们用潜艇发射的30枚战斧导弹做了一个小小的收尾。实际上距离非常远，但它们是非常棒的武器，是非常强大的武器，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武器。这可能意味着重大的升级。你知道，可能会导致局势恶化。战斧导弹是件大事，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说，我们也想要战斧导弹，我们不想放弃，我们需要用来保护我们国家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，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。我想结束这场战争，好吗？总统先生，连接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普京川普隧道，您对此感兴趣吗？我刚听说从俄罗斯到阿拉斯加的隧道，我刚听说，这很有意思，我们要考虑一下。我之前没听说过。我们刚在阿拉斯加修了一条很棒的公路，能让我们获取大量矿产资源，而且由于我们促成了这条路的建设，所以我们拥有相当一部分所有权。但是昨天有人提议修建一条从俄罗斯到阿拉斯加的隧道，这很有意思。总统先生，您怎么看？您有什么想法吗？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我不喜欢这个主意。我觉得你不会喜欢的，我觉得他不会喜欢。我们当时有一个参议员，还记得吗？来自夏威夷的，
他想要建一个从美国大陆到夏威夷的隧道，然后他说我们不能那样做，所以我们要建一条通往夏威夷的铁路，你还记得吗？他现在还是在任的参议员，民主党人，他想建一条通往夏威夷的铁路，对吧？你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他也是个大美人。川普总统，你对普京有什么看法和直觉？请讲。关于您和普京的会面，您是否担心俄国总统可能想借此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？是的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这辈子都在和最厉害的人打交道，而且我一直都做得很好，所以是有可能的。他在争取时间，没事。我觉得我挺擅长这些事的。我觉得他想达成协议。我已经结束8场战争了，我打算做第9个。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。你现在还认为俄罗斯是纸老虎吗？你觉得，就他的经济状况而言，我觉得他本应该1周内就赢得战争。是的，我的确这么认为。如果我们没有提供反坦克导弹，就是标枪导弹，他们本可以很快到达基辅，而且他们当时正朝着基辅前进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战争中运气也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天气也能决定战争的胜负，严寒和酷暑，所有因素都会在战争中发挥作用。但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，当坦克开始行进时，一些杰出的将军说，让我们穿过泥地而不是走高速公路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有点幸运，但你知道他们真正幸运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我提供了标枪导弹，这不是奥巴马提供的，他给的是床单。你知道有一种说法是，奥巴马给的是床单，而我给的是标枪导弹。标枪是一种毁灭性的武器，这不是奥巴马提供的，当时是奥巴马执政，那是我提供的。所以就像是那样的情况，而且你们有数百枚标枪导弹，它们是一种毁灭性的武器。我们有很多毁灭性的武器，我宁愿不用它们，但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。你知道，当坦克被困住时，他们就被困住了。称之为运气也好，称之为天命也好，我不确定该怎么称呼它，但那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。你觉得民主党人会因此给你好评吗？你觉得当你最终结束这场战争时，他们会认可你吗？就像他们对中东战争那样。我认为现在民主党人受到了真正的损害，精神上受到了损害。他们想拿出1.5万亿美元给那些入侵我们国家的人，这些人非法进入我们国家，他们来自监狱、精神病院，还有黑帮，他们想给这些人提供医疗保健，却要从我们公民手中夺走这一权利。我们不会那样做的。他们想用1.5万亿美元摧毁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，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中情局在委内瑞拉的行动，我不会这么说，但是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总统先生，据报道，马杜罗提出愿意提供他国家的所有资源，包括所有自然资源。最近，他还用英语给您录了一段视频，表示愿意进行调解。我们应该怎么做来阻止他？他什么都愿意给，你说的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不想和美国对着干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川普总统。谢谢大家。